你看看，谷歌的人工智能知道的東西太多了。家人们，今天不跟大家整虛的，纯粹聊一个把我整整折腾了3年的電腦玄學問題。如果你現在的電腦每次開機，別的一切正常，唯獨聯網功能像便秘一樣，要等很長時間才能恢復，聽我一句勸，先別急着掏錢換新電腦，先看完本期視頻，也許這幾分鐘就能幫你穩穩省下好幾千塊錢的換機費。我手頭有一台已經服役了15年的老電腦了，說實話，擱在以前，這配置早就該進垃圾堆了。但這10年人類的計算機基礎技術沒出現什麼顛覆性的大進步，軟件生態也主要是在移動手機上更新，所以我這台15年前的老古董，日常用起來其實一切正常，日常用來剪輯視頻，跑個高清遊戲大作跑按模型，其實一點壓力都沒有。要是你也遇到了問題，不妨打開系統的任務管理器，參考本視頻進行一下分析，也許 AI 幾分鐘就能給出解決方案。大約從3年前開始，這台本來用的好端端的老機子，突然得了一個讓我抓狂的毛病，我管它叫開機綜合徵。具體表現是什麼呢？每天早上我按下電源鍵，電腦順順利利地進了 Windows 桌面，看起來一切風平浪靜。但是只要我順手打開瀏覽器想看個影片或者查點資料，恐怖的事情發生了，整個 CPU 就會在一瞬間吃滿，當場飆到100%。緊接着，系統底層的網絡建立能力就像被硬生生鎖死了一樣，它完全無法創建任何 TCP 連線。真的，每次開機我都得坐在電腦前乾等10來分鐘，瀏覽器才能慢吞吞地開始建立 TCP 連線，網絡才能像突然通暢了一樣活過來。作為跟 Google 結緣了整整20年的老網民，我當時也嘗試過自救。我在網絡上搜尋過無數次，中文的、英文的論壇我全翻遍了，但似乎全天下只有我一個人遇到了這個奇葩的問題。更邪門的是什麼呢？只要網絡一卡轉圈，沒事做就會肌肉記憶一般，隨手打開命令提示字源去敲一下大陸的山寨谷歌。結果您猜怎麼着？結果顯示屏一切正常，延遲個位數，一個封包都不丟。大家能懂那種崩潰嗎？這感覺就像您家電話線明明是通的，聽筒裡也有聲音，但您撥任何號碼過去，網頁就是死活打不開。它能屏得通，但它就是建不了 TCP 連線。雖然每天開機被惡心10分鐘真的很煩，但一想到換台新電腦的花好幾千，我想想還是算了。15年的老電腦了，等就等吧。我當時還安慰自己，也許是微軟的 Windows 系統使用了什麼太複雜的新技術，跟我這種老處理器發生硬體衝突了。甚至我還瞎猜過，是不是現在的瀏覽器用了什麼牛逼的渲染，老顯示卡不支持，結果全跑去用我的 CPU 去執行了。所以這3年來，我天天在忍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去 Google 上搜一下，但始終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人發文章回報過相似的問題。我也就一直堅信，這絕對是新軟體不兼容老硬體的歷史宿命。結果誰能想到，折磨了我整整3年的元兇，根本不是我的硬體老了，而是一個藏在系統最底層，天天瘋狂吃效能的後台背骨仔。前幾天開機，網頁又不出意外的卡在那兒瘋狂轉圈。我當時坐在椅子上，越想越氣。我心想，既然物理網絡能平通，那絕對是有什麼髒東西在系統裡搗鬼。於是我打開了 Windows 的工作管理員，這一看，發現依然是 Chrome 瀏覽器佔用了極其恐怖的 CPU 負荷。可當我打開 Chrome 自帶的任務管理器時，裡面的每一個分頁明明都老老實實的，看起來一切正常。只是這一次，我跟瞎貓碰到死耗子一樣，突然注意到瀏覽器的這個任務管理器竟然也是有分頁的。當我好奇的點擊切換到第2個分頁的一瞬間，真相大白了。在瀏覽器的程序列表下面，赫然躺着一個叫 Utility V8 Proxy Resolver 的東西。我當時瞅着這一串英文字母認識我，我不認識它，但它後面的那一串數字讓我瞬間倒吸一口涼氣。它的 CPU 佔用率居然高達 73.0%。各位，破案了！就是這一個詭異的程序，就把我15年老 CPU 的運算效能憑空吃掉了大半，系統根本沒有多餘的效能去處理 TCP 的負載。難怪我的瀏覽器每次開機，網絡請求都要像過年返鄉排隊一樣，在後台硬生生卡上10來分鐘。我當時的第一反應，把我卡了3年的流氓軟體就是你吧，結束你這個進程就應該解決問題了。於是我毫不猶豫的右鍵點擊它，狠狠地戳下了結束任務。結果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，我的鼠標剛點完，
這個程序在列表裡消失了不到1秒鐘，蹭的一下，它又在原地復活了。我再點，它還復活，它就像一個擁有不死之身的網絡幽靈，在工作管理員裡瘋狂地嘲弄我。伴隨而來的是我的網絡開始徹底瘋掉，間歇性的頻繁斷網。我當時人真的傻了，這玩意兒到底是個什麼狗皮膏藥啊？為什麼在系統底層根本殺不死？這絕對不是硬體老化的鍋，這絕對是軟體在底層瘋了。但我一個普通人，面對這堆殺不死的英文代碼，除了干瞪眼，我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。看着這串殺不死的英文，我當時坐在那兒點了一根煙，盯着屏幕發呆。突然，我想起最近網絡上鋪天蓋地，天天都在吹什麼人工智能 AI 挺火的，說它無所不知。我想着，反正也是免費的，死馬當活馬醫吧。我把任務管理器都截了圖，保存下來，準備等系統正常了再發送給 AI。看到這裡了，不妨先留言預測一下 AI 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。我覺得這人工智能估計也就是個高級點的搜尋引擎，頂多翻出幾篇縱貫系統的水帖來敷衍我，大不了他給我胡說八道一通。結果 AI 吐出來的第一段話，直接讓我大喊了一聲 AI 知道的也太多了。 AI 用特別通俗的大白話跟我解釋說，這個佔用超多 CPU 的東西，其實是所有 Chromium 內核瀏覽器裡自帶的一個核心網絡元件，叫網絡代理自動腳本解析器。簡單來說，是因為您的系統或者瀏覽器裡開啟了自動檢測網絡設定，或者配置了一個叫 Pack 腳本的東西。瀏覽器為了搞清楚您訪問的每一個網址到底該走什麼通道，就會啟動這個元件去拼命計算。如果您強行在工作管理員裡殺掉它，瀏覽器發現它掛了，會為了網絡正常立刻重新把它拉起来，所以您的網絡才會陷入死回圈，瘋狂的卡死、延遲、短暫斷。看到 AI 提到 Pack 腳本這3個字的時候，我腦子裡突然叮的一聲，猛地一拍大腿，立馬聯想到了一件事。實話說，生活在防火牆底下的網民心裡都門兒清，網絡環境擺在這，沒有梯子，再好配置的電腦充其量也就是個大號區域網絡。而 SwitchOmega 這種自動切換線路的瀏覽器擴展，算是一個陪伴了我快20年的明星級老工具了。從我10幾年前接觸電腦網絡開始，這一只綠色的小圓圈外掛就一直掛在我的瀏覽器右上角。我換了幾台電腦，它都在，我早就習慣了它的存在，甚至把它當成了網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而我知道 SwitchOmega 的運行原理，好像就是自動在後台生成一個叫 Pack 的配置腳本。這些年牆越來越高，網絡環境越來越複雜，導致那個自動分流的 GFW list 牆名單也變得越來越長，生成的 Pack 也就越來越大。既然 AI 提到了 Pack 腳本，難道說把我折磨了3年的網絡玄學，真的是這個陪伴了我20年的老朋友搞的鬼？我當時並不覺得 Pack 能需要這麼多 CPU 資源去計算，我立刻把 SwitchOmega 生成的那個 Pack 規則文件給導了出來，變成了一堆我根本看不懂的亂七八糟的代碼。我直接把這堆天書甩給了 AI， 我說：諾，文件給你了，您懂得多，您幫我看看這堆亂七八糟的代碼到底是怎麼把我電腦卡了整整3年的。結果接下來的幾秒鐘， AI 展現出來的恐怖實力，徹底把我的認知按在地上無情的摩擦。AI 拿到那堆代碼後，連1秒鐘的停頓都沒有，立馬指出這個 Pack 需要的計算資源非常高，因為在代碼裡存在死循環。第一個錯誤 ，AI 叫它無限套娃的遞回無窮回圈。AI 在一堆密密麻麻的 JavaScript 代碼裡，直接幫我指出，我的這個 Pack 腳本裡面存在2層一模一樣的開頭初始化邏輯。這導致了什麼可怕的後果？每次我的老電腦開機，瀏覽器去嘗試解析一個不再匹配列表裡的普通網址時，這個腳本不會正常放行，而是會像一隻無頭蒼蠅一樣，一頭撞進一個叫 rulelist.auto_sui 的死回圈迷宮裡。它在系統後台瘋狂的自己轉圈圈，自己跟自己套娃，直到把我老 CPU 的效能徹底榨乾為止。第二個錯誤就是極為恐怖的正則地獄，因為生活在牆底下，這20年來用電腦積累的需要分流的國內外網址實在是太多了。這個文件後面居然密密麻麻存了上萬條網址名單，而這個腳本的匹配機制非常笨。每當我開機聯網，它就要拿着我瀏覽器發出的每一個網絡連線請求，去和這上萬條複雜的正則表達式一條一條去對暗號。大家閉上眼睛想象一下這個畫面，每次開機的時候，系統正忙着建立各種 TCP 網絡連線，結果這個笨腳本非要死死拽住每一個連線請求，強迫他去和1萬個暗號名單死磕。對暗號也就算了，
中間還會因為2層初始化的代碼衝突，一頭扎進無限套娃的死回圈迷宮裡，再也出不來。難怪這時候它能 ping 得通，因為 ping 走的是最底層的 ICMP 協議，根本不需要驚動瀏覽器這套高級的 Pack 腳本暗號系統。而我要打開網頁建立 TCP 連線，就必須得通過它的嚴格檢查，所以開機前10分鐘這台電腦連一個網頁都別想打開。根本不是什麼新軟體不兼容老硬體，也不是什麼老處理器該退休了，就是因為這些年牆越來越高， GFW List 的黑名單變得越來越長， Pack 進行的計算量越來越大，而這個龐大的 Pack 腳本在後台處理這上萬條正則暗號時，直接把我的老 CPU 活生生給燒到宕機了。AI 還指出了另一個問題， Pack 本質上是一個 JavaScript 腳本，運行效率比較低下，當規則數量超出系統底層計算之閾值時，該機制將引發持續性的 CPU 算力耗盡與 I/O 阻塞，因此在海量規則包應用场景下，最好不用使用 Pack 文件。規則少的時候還能裝沒事，一旦名單隨着這些年累積到幾萬條，每一次 TCP 鏈接都要進行一次計算，就瞬間把我的 CPU 給原地吃滿。AI 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瀏覽器僅負責執行輕量級的基礎規則判定，將成千上萬條涉及多重匹配的複雜分流規則移交至運行效率更高的 Trojan。因為 Trojan 用戶端是用底層代碼編譯的，它在處理這上萬條分流路由時，速度比瀏覽器那套低效的 JavaScript 快了不知道幾百倍，這是軟件底層決定的。我按照 AI 給出的指令，一條一條複製粘貼，設置 Trojan 的客戶端，然後在 SwiftOmega 裡把列表規則刪除，只留下默認走開了鏈路複用的，但是 YouTube 視頻走關閉鏈路服用的。至於判斷一個網站是不是被強封鎖，是不是因為是中資需要封鎖，都交給了 Trojan 來判斷。奇蹟真的發生了，我這台用了15年的老爺機，開機網絡瞬間秒連，網頁秒開，再打開任務管理器一看，那個高佔用 73% 的 VBA 進程徹底消失了，整個後台的 CPU 佔用率直接跌到了個位數。它不僅不用退休，我覺得它還能再陪我戰3年。回想這幾年，很多時候我們遇到技術痛點，往往會陷入思維定式，覺得是自己設備不行了。而這一次 AI 用強大的邏輯和代碼審計能力幫我打破了這個信息繭房，甚至幫我省下了好幾千塊錢。不得不說，把 AI 當成一個隨身的技術顧問，這種體驗真的是太爽太驚豔了。好了，今天這期長視頻的乾貨就分享到這裡。如果你的電腦也重獲新生，或者你想把那行備用命令保存下來，趕緊點讚、收藏、轉發3連。大家在平時用電腦的過程中，還遇到過哪些難以解釋的技術玄學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我們一起讓 AI 來破案。